欢迎收看《宝洁点评》。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华人黄仁勋，他亲自去测试他的无人驾驶。他号称他这个 NVIDIA 的无人驾驶，它有自动的反应，它就像有人脑、有人的眼睛、有人的神经反应，它可以马上判别路上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当路上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它可以做及时的反应，非常的安全。你想想看，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华人，他有数千亿的身价，结果他这样亲自来测试，代表 AI 的世界真的已经迫在眼前 ，AI 的世界真的已经在我们的周遭。那你要进到 AI 的世界里面，你就看到几个山大王全部都提枪快跑前进。你要在 AI 的世界里面，你要占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要掌握什么？你要掌握晶片，你要掌握宽频记忆体。所以你就看到黄仁勋现在非常可怕。你看到他来台湾，你看他去韩国，他干嘛？他居然全包了，他一口气把所有的产能全部都包了下来。现在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已经不是苹果，而是 NVIDIA。那现在除了 NVIDIA 之外，其他的全部也都跟着急起直追。所以现在全世界最稀缺的、抢得最凶的，不是我们前两天在讨论的石油跟天然气，而是晶片。而且晶片有一个更可怕的特质是，过去我们的3C 产品，你只要一落地，你的价格就会大幅的滑落。可是没有想到，晶片因为它会改革，它会修正，就你买的过去的晶片，有的时候你不但不会跌价，你还可以保值。所以现在大家更放心大胆的买晶片，让这个市场竞争的更激烈。好，我们今天请到4位来宾，在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财经专家傅开平。好，第4位是趋势专家陈国民，大家好。好，所以施总，我今天看到了黄仁勋那个动作，根本就把我吓呆了。1000亿的富豪，他是1000亿美金的富豪，全世界最有钱的华人，就坐上他的这个所谓的无人驾驶，坐上他的无人驾驶之后的，非常神情自若的，就代表那个无人驾驶的时代真的已经要来临了。而且黄仁勋特别讲说，他的 NVIDIA 的自动驾驶可以跟宾士合作。如果我可以跟宾士合作，我就可以跟其他的厂商合作。而且他讲说，我可以自动反应呢。那我是有人脑的，我去让人真的开的，我可以马上判别路上所有的状况。没错，今天黄仁勋在 GDC 大会里面讲到一个叫做自动驾驶的 ChatGPT 时刻来临了，就是今年呢应该是自动驾驶会快速落地的一年。那你想说他哪里来的这个底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影片，这里面呢前一阵子呢他试出来的，在这个所谓辉达的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他呢坐上他们自己本身的跟这个宾士合作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车子，他就坐在上面。他的身价是1500多亿美金呢，他就坐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驾驶人呢，他们的副总经理的这个吴新宙，他也没有把手放在这个驾驶座上，然后两个就一路这样畅谈啊，我们这个 Apamayo， 因为他们是的自驾系统叫 Apamayo， 这个系统到底多厉害，就这样一路的开了好几十公里。好，那你想说，那他这个到底有什么厉害的这个状况？简单来说，我们要过去这个包括中国的很多这个自驾车，他们是模仿学习，就是说你要给他大量的资料，他模仿，那模仿起来之后，他可能都用他过去模仿了，然后就在车上面开。可是这会出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会遇到很多路况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黄仁勋说，我们要解决这个叫做长尾状况，就是可能都出现一两次，但是你给他大数据进去，你不会看到这些东西。那你让他这样子是怎么样？你让他自己思考。所以呢，这一台车，他们所谓的 Apamayo 系统是他自己是有个大脑的，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自己说，那这是怎么样的状况？是怎样的状况？我没有遇过，没遇过。好，那我现在该怎么做？他自己会跟自己对话之后，他想出他的方法。以前你不敢去做自驾车，虽然我已经把很多的风险都算出来了，可是我不怕1万，我只怕万一。可是我如果说今天我就像人脑一样，我有人的眼睛，我可以做及时反应，那真的出现万一的状况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万一的防备。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常常看到说，很多自驾车会自己撞到什么白色的东西，或撞到什么东西，他撞到护栏，对他判别不出来是人或是什么时候，他就撞上去。他未来就是给他自己他自己决定，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判断是人，他就会闪开。所以他是自己有大脑。所以为什么黄仁勋敢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么好像很轻松愉快？而且他跟宾士合作，宾士也要导入这一套系统。所以跟你讲，今年的这个，那你知道啊？如果假设真的人类的 AI 系统进入这个真实的状况的时候，我跟他讲。我们今天叫做缺晶片，不止缺晶片，什么都会大缺。跟 AI 相关、跟自动驾驶相关的全部大缺，什么记忆体全部大缺，因为它需要多少的记忆体跟多少的这个 AI 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库啊？不是你刚刚讲的，
如果说我今天可以跟宾士合作，我明天就可以跟其他厂商合作。如果宾士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其他厂商拼命也要做了。没错，所以你知道市场为什么今天的 GDC 大会开完之后，你知道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那个大家都看到，黄仁勋你要出来这个帮大家点示，他第一个讲什么？他说我去年预估说，2025到2026年的商机啊，大概是5000亿美金哦，我们的晶片。他今天居然说2027年是1兆美金，他自己讲1兆，一倍嘞，1倍。那1倍来说，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前一阵子到韩国去都要抢这个HBM 的这个记忆体，为什么大家都说，你这个记忆体你要多少东西你就生产吧，全部弄红瓜卖惊，对不对？然后他今天最后的时候还出现那个雪宝。雪宝就是机器人，那机器人说，你看他还跟他那边互动，而且这个如果机器人又要用上去的话，这个记忆体容量多大？所以呢，有2个超级大幕就在那个地方。那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大家就去看到这个今天黄仁勋的这个大会之后，你看美国股市也涨，亚洲股市也涨，台北股市也涨，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缺晶片事实上可能比缺石油都还要更加严重的一个时代。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故事是说。他不是让他来台湾吗？是。后来他不是跑去韩国吗？是。他去韩国的时候，你就看到李在镕就一直跟在旁边吗？对。搞了半天，他是来抢货的，是。他是来收刮的，是。抢货收刮不是抢过一阵子哦，是。是你这几年的货，对，你这几年的生产，对，我全部都帮你包了。对。中间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最妙的是。Google 后来突然想到说，我的 Gemini 的这个生产很不错 ，Gemini 生产不错的时候，我赶快跑去跟台积电说，你能不能帮我多30点多少拍子？我全部都已经被 NVIDIA 包走了。对，事实上这个缺货潮来说，我们先从最早出现缺货是在台积电的产能。抱歉，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台积电它原本认为说这个 AI 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你看它前几年的时候资本支出很低，就导致说现在产能不够。你看它今年这几年都是500亿的开，你看那这产能要3年后才会出来，就没想到因为产能缺，所以台积电开始大扩产。但是大扩产谁倒霉 ？Google 倒霉。为什么 ？Google 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他已经做出 TPU， 他原本觉得说，这个 TPU 好像我们用不出去了，那怎么办呢？那当时的就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他说，你的 TPU 不错，那我就买你的 TPU 买下来，就没想到突然 AI 爆红。那 AI 爆红的时候，就 Google 自己本人的产能不够了，卖给人家，然后他就跟台积电说，台积电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产能也不够，我们都被辉达包了，辉达买光了，辉达已经买光，那我们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弄？他说，不好意思，你知道等到2027年啦。所以你看，我2023年要跟你买，是你说我要等到2027年，是，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产能排挤的多严重。那我跟他讲一件事，那我就非常好奇，他说，那你 Google 2023年，你如果要等到2027年，你怎么够呢？是，后来我就懂了，为什么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对，它可以马上卖出去。是，他说原来台湾的卖完了以后，对，那些厂。在亚利桑那，你只要有办法生产，是，你只要有合格，是，全部都帮你包了，对，也难怪说你今天在美国，你再贵都有人要买了。对，所以现在晶片就是价格一直在往上冲。还有，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就讲算力，大家说，算力不是好像会跌价啊？我买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资料中心会跌价，没有，现在资料中心是在上涨的。宝前让 OpenAI 很早就知道这个算力一定会被锁定，所以他就买了很多全世界的算力啊。他当时买下来的价格，大家听清楚哦，是大概1.2到2块美金左右。那结果呢？那时候 OpenAI 那个所谓第2个公司 Anthropic 就说有这么夸张吗？我有必要这样吗？你想买5年？对，我就说好，我没关系，我先不买。就没想到后来价格就真的上涨，然后整个 AI 出来之后，他想再去买的时候，现在价格已经是2.4美金起跳，那它价格就比 OpenAI 贵。所以 OpenAI 是1个小时1.2到2，对，结果它 Anthropic 是2.4多1倍，对，所以我就说你现在越晚进来的越贵。所以才会变成说，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买了这个 H100不是会这个跌价吗？过去我们买手机不是很快就跌价吗？那这个不是又没有用吗？之前人家不是说，你看这个很多 AI 公司都这个折旧都没有摊提这样。我跟他讲不会跌价，为什么不会跌价？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新的晶片抢不到，那怎么办？我就去买旧晶片。所以旧晶片也是很值钱，所以变成说旧晶片不太会跌价，所以这完全都颠覆大家过去的想象。他都认为说时间越来越这个进步的越来越快之后，照理说旧晶片会跌价，就搞不好也没有跌价的一个状况。而且他还说，因为现在的软体越来越进步了，如果我今天旧的晶片搭载新的软体的话，我现在的效能也是跟着提升的。对，没错，也就是说我软体提升之后，我可以让它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这样可以反而价值可以往上升。好，再来就是说他今天现在 AI 的世界飞快到让我们都难以想象。我觉得真的难以想象。像今天他们就说我们的这个所谓 VR 鲁宾的这个平台啦，新的平台，
比过去呢大概纯粹如果就晶片的速度，它大概只能够快2倍到3倍。但他说现在加了很多东西，譬如说我们现在有 CPU 啦，也都加在这里面啊，然后包括说 HBM 也变得更快，所以你一颗 VR bin 的平台，虽然说它的 CPU 只比过去快2倍，但是整体效能可以快到20倍。也就是说，它很多东西都变得更宽了嘛，更宽的时候，周边搭配的更宽，所以我才说这个算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算力在提升。你这样解了我一个惑了，是，也就是说有这么严重吗？是，你今天5奈米就已经很快了，是，你为什么非要去买3奈米？对，那你买了3奈米，你干嘛非要去买2奈米？你干嘛这样子要做这个武器竞争？是，搞了半天，你2奈米跟3奈米，你虽然可能只快了一点点，快了2倍或者快了1.5倍，但是你把周边的东西停嘞加总起来，他说那个就像堆积木一样。是，所以你一个2奈米可能多2倍，是，可是你总加起来这个产品这个柜子，对，就快了20倍，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难怪我要去抢。这个世代变得跟大家完全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在抢。那我尤其是我们讲台积电是抢的最凶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看这个是这个黄仁勋说的，黄仁勋就是说他们的 VR Rubin 的平台是非常的，他如果在整合所谓的 Grok 的这个晶片来说 ，Grok 推理晶片是他推出的另外一个产品，它整个生成的速度可以快350倍。所以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哈。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叫做细光子 CPO。那什么叫 CPO？我跟大家讲也很简单。过去我们的手机啊或者什么都是用铜线，对不对？但是铜线有个问题就是它会发热，而且它传输速度很慢。那所以现在是想办法是说在机柜里面呢，把这个铜线弄成是光纤。光纤第一个它不会热。再来就是说，它传输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我们台湾在做的细光子，就是这样。保证那现在台湾最贵的股票已经一张要1000万了，一张1万多块。然后你知道在1000块以上的股票有大概39档这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跟这些 AI 商机完全连上线，所以这现在的这个 AI 商机来说，是台湾前所未见的好光景跟好时代。好，所以 Kevin， 大家就会讲哦。我没有想到现在 NVIDIA 抢东西抢得这么凶，抢到刚才讲的，你到了台湾，我今天不是说我今天包你这个产能，是你有多少产能我包多少。我不是说你现在这个有多少产能我包多少，是你未来几年的产能我全部都包了。那他只有这样子对台湾吗？不是，他也是这样对韩国的。是。这次的 GTP 大会啊，黄仁勋整个的野望整个都出来了。你看他从云到端。从这个所谓云端到地端，然后从原来的虚拟的一个运算到什么？我们说实体的 AI 那个我觉得报纸上有一次翻译成物理 AI 不对，那个 physical 应该翻成实体 AI。对，比如说自驾，刚刚你们提到自驾机器人，他有说过无人机。这3个就是实体 AI 的呈现。你看，他这次全部都讲出来了，而且重点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次比如说他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是一个推理，已经进到推理，就是 AI agent 的时代。简单来讲，以前我们 AI 就是你丢给他什么东西，他可以很快速帮你收集整理出来。现在可以像那个什么钢铁的那个里面说，老贾，你帮我定一个什么。帮我几天之后，他可以帮你全部都你授权给他，他可以帮你处理完。对，这一次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大家可能有没有知道，今天台北股市记忆体的股票红成一大片。我告诉各位，记忆体也是一种晶片，大家不要搞错，记忆体本来就是一种晶片。那你看现阶段不管是什么样，宝姐，我们来思考一下，你那个自驾车开来开去，除了说你要那个运算之外，还有那个比如说你要光学去扫图资，你最重要是什么？你要那个图资，你要能够快速运算。那个图资是什么？我们说就记忆体。什么叫做推理？推理就是把各种的线索把它综合起来之后，做出一个结论。那个线索是什么？原来就有个储存一大堆的资料嘛。以前特斯拉被人家诟病说有隐私的危机，为什么有隐私？特斯拉自驾每天不断的把你走过的路径什么上传到他的云端去，他们就把它整理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就是来训练说，遇到什么样的路况、什么样的一个物体，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也就是说，所以说。这种大量的时代，所以为什么南韩？你知道南韩去年9月的时候是很悲情啊，说黄仁勋都到那个台湾去，我们南韩要被边缘化。结果去年9月开始机体缺的时候，南韩好像找到了那个救命绳索，整个国力上，结果南韩涨翻了。对，南韩从去年9月到12月，竟然是全世界涨第1名的股市，第一季，今年也是一样。为什么？机体缺班了，而且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说，你只要在 AI 的架构下，AI 的架构下里面，你缺什么，它都可能点石成金。而且我再提到，今天有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个 Grok 就是黄仁勋花了200亿美金去买那个，对，为什么他晶片要给这个所谓的一个南韩？大家有所不知。Grok 还没被黄仁勋收购之前，它是 LPU， 它本来就是给三星做的，而且它不需要用到2奈米，也不需要用1.6奈米，它用到4奈米就好。黄仁勋这样做叫做12秒，为什么？第一个，
你原来就是三星做的，那你熟了，那我就给你继续做，而且呢。现在缺记忆体缺的要死，对不对？对，我要高频宽，我可以跟你绑装嘛，就说，你三星，你将来那个记忆体啊，这个不能够亏待我，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整个的 AI 都是在抢资源大战，对，就是看谁能够像谁能够得到资源。所以刚刚世忠讲的2个故事就非常有趣啊。Google 在2023年才突然醒过来说，它 Gemini 的弄得非常好，所以我当时我就要买晶片。我要买晶片的时候，我就跟台积电下单，台积电说没有了，2023年我的晶片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到哪里？我已经卖到2027年，你要2027年才有。幸好它在亚利桑那有新的厂，那个厂所有的产能是新开发的，所以就看到了Google 就在那里大量的投资。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亚利桑那厂一个新的厂，为什么很快就可以这个 Black Even 就可以平衡了？然后呢，很多厂要进去，搞了半天台湾已经满了，大家去抢那里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学习黄仁勋的那个所谓应变能力跟那个转得非常快。他有一次以前说那个量子电脑还很早，就他到法国去的时候，法国都在研究量子电脑，对不对？法国就有点轰他，他就赶快改口说，没有，量子电脑很重要。这一次我告诉你，今天有很多矽光子股票跌得乱七八糟，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觉得黄仁勋去年3月11号也是在 GDP 大会，他说矽光子没有那么快，结果去年的来尾牙之前说我们跟台积电已经有长足的合作了，他改变得很快，然后今年他说什么？他是说光同并进，以前是大家觉得说光进同退，所以他说我都要，为什么都要？因为你如果现在拿掉了，当然光是有很多好处，可是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全面实施，对，所以你要必须要一起进步嘛。所以说同样，所以今天很多矽光子就是那个才有那个想象的空间的时候，就本益比拉得非常的高。我常说那个估值就开始做个修正。可是我再举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说黄仁勋他这次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看他不仅是我刚才有说过嘛，他的野望已经到太空去了。之前 SpaceX 那个马斯克说，马斯克说要把那个资料中心弄到太空，大家可能觉得好好笑，大家可能把资料中心想象成什么？像图书馆那个柜子，不对，因为黄仁勋今天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喻，他说以前的卫星就是太空照相，然后资料传到地面上，再做处理，太慢了。现在怎样？你在太空照相同时就算好处理好了，就帮你处理好了，这样子才能够够快嘛。那现在因为有 AI 晶片，AI 晶片以前你可能要整个图书像一个那个我们说可能要像中国大陆那个我们看那个科幻片什么神舟一个太空站可能能够做的事情，在 AI 越来越发达越快的情况下，它可能浓缩到一个电脑在太空之中就可以做到。可是唯一的就是说太空中因为没有对流，空气没有对流，它没有对流，它只有辐射。所以说它的散热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要解决这个散热问题。一旦处理好之后，我觉得这个 AI 可能在这个未来太空又可以衍生到太空站，又可以展开另外一个版图。好，国民，我们刚刚讲过说，过去你有很多想象都是远在天边。你在讲无人机的时候，你在讲机器人的时候，你今天在讲这个所谓的自驾车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离我们好远哦，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你先帮我们带来，这是你帮我们带来的无人机。对，其实这个是台湾做的，这是台湾做的无人机。我们刚才讲，现在这个无人机，你不是说我在俄乌的战场上发挥很大的功能，你今天在这个委内瑞拉，你今天在伊朗的这个战争里面，无人机都已经发生了，都发挥很大的功能，而且这个无人机完全是完全 AI 设计。如果说我今天空中的，我今天看到以后，我可以运算了以后，我马上通知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看起来就是一个机器，可是它马上就可以执行所有的指令了。对，其实我们必须说这个叫猎杀合一啦，猎杀合一，我们叫真打哈，以前叫真打一体啦，以前我们都知道什么查打一体啊，比如中国的无人机叫查打一体。那如果说这个无人机也可以变成查打一体，那该有多好！那我带这个无人机，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的制造力真的很可怕。这台湾做的。对啊，你刚才可以拿到说很轻嘛，很轻哈，碳纤维哈，卡泵的哈。那其实你说这里面都是碳纤维的，它有些地方是卡泵的，那有些地方是像那个什么动力包件哦，就是螺旋桨的部分，那个是要特制啊，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特制，对，它就特制说，到时候呢，其实它的料件可以分拆成小零件哦，到时候装上去螺旋桨，后面要有个动力系统，那前面装什么？前面你可以装感测器。甚至还有炸药跟手榴弹哦，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可以装炸药，你可以炸药或这个地方当手榴弹。他如果说我在空中飞着，然后我就这样蹦这样炸下来，我们5个人都完蛋了。对，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当手榴弹哈。那其实我们一般以前没有体能战绩啊，你丢40公尺、50公尺放容易叫，对不对？这个东西可以打到圆山饭店，没有问题哦，真的没有问题哦。那你去想象说，如果说这个跟我们以前那个甩炮，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印象，就是以前那丢那个丢下去，然后会炸，对。
它的动力它的原理一模一样，它的原理一模一样，只是说它把这个射程扩大化哈。那其实我们必须说啦，这种东西已经外销了，那外销了，那其实我们国内没有采购，非常可惜。对，那我只是说我们国内的产能 AIT MIT 都没有问题哦。你要什么客制化的一些什么大大小小无人机没问题哦。那你去想象一个画面说，好，假设啦，暂时我们拖一个拖拉骨的车子。那里面都装这种小箱的无人机的一些料件，到时候呢，士兵只要装上去比如4个螺旋桨到那个螺丝你随手就好了，动力包件装上去 ，sensor 装上去，然后炸药装一装，它就可以变成一辆货柜车哦，它至少可以装400-500辆这种蜂群的无人机。你碰到那种从违法走私的海巡艇不听劝你打它也不是，你就打它的动力系统。让它停泊，然后让海巡艇去拦截，所以可以打得很准。对，所以其实厂商已经想得很聪明，就不只是军用啦你要军用什么感测器、炸药都可以装，它可以专门打，就海巡就灰色地带作战。对，现在不是有什么海上民兵一堆吗？光这个去打就好，而且是打它的动力部，打它引擎，让它停留在海面上就好了不把它打沉。但是美国想法就很奇怪，美国想法就用他们发展叫 quicksand 那种大型炸弹去炸海上民兵。我们想法不用，因为其实说呢，这个单价非常非常便宜，对，和这个单价不到$1000，高档的不到$1000，但是一枚标枪飞弹随便都$10万起跳，所以你去看那个性价比但是其实一般厂商来讲他们昵称叫做爱台者小飞弹说真的，这个观念说真的大家要有啦，我只能说大家要有。那你对杀伤一般人员来讲说真的杀伤力蛮大的，但是你说对付战甲车，说真的可能穿不透，但是对软性目标比如说像人员或装甲车薄皮的，一架不够，3架，好，3架就够了。当然想说。现在中国也讲，我也很厉害啊，我的 AI 也很厉害，我的机器人很厉害啊。这次有一个这个以前他退休的外交人员跑到澳洲这边讲，我可以保护你们他还展示说，我现在的那些机器人是有武装能力的哦。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中国的春晚的机器人跟我们昨天看到那个雪宝大家不要有错误的这种评判中国机器人关节非常厉害，我念工业工程的，是机械系兄弟系，所以说我大学有一堂课叫做机器人，那我们当然是老时代的课程，可是我看到中国大陆那个关节，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可是我不会害怕对，因为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域里面做好的一个 set， 大家懂意思？宝杰，一个机器人对我来讲，如果他在我家里面他会去懂得抓一本书跟抓一个鸡蛋，他能够拿捏得好，比他在我家打太极拳、翻跟斗、打中国功夫还更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判断，要做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sensor， 要做到很重要的判断。这个东西很重要一点，华仁勋他做的是大脑，我们没有办法逾越。可是我们台湾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精密机械5金，我们可以来在去中坦白说啦，我非常讨厌川普，因为我很讨厌川普，每次都嘴我们台积电，霸凌我们台积电。可是川普的确给台湾带来一个什么去中化商机？你去想想看川普今天如果没有去中化，以那个马斯克他这么轻松的情况之下，他可能就采取中国大陆那些关节。可是，在川普去中化这种红色供应链阻挡情况下，我们台湾就有机会了。对，我们台湾就是只要关税我们没有比别人吃亏的话，我们台湾技术就是从那个台中黑手工业时代，对，从那个日本传下来。可是我们最厉害是什么 ？cost down， 弹性化、弹性制造，我们把它发扬光大。对，那所以说我们品质可以比拟日的，可是我们又有所谓比较价格优势。好，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你是中国的，然后跟他们耍大刀，你觉得没什么。可是我们看到美国跟他讲，我把弹拿起来，我把刀拿起来，我去擦桌子。你说这个的能力要远比那个中国耍大刀要来厉害。对，你今天那个设定好，他的确很厉害。可是我在讲，就是在因为中国现在就是被防堵，所以说他可能在 AI 大脑上面还有东西，就是你的大脑传输下来，比如说大脑传输下来之后，不是全部都可以控制。比如说我控制关节的啦，需要一种 MCU； 我控制眼睛的需要一种 MCU； 我控制其他的这种所谓听觉的，可能是需要一种 MCU， 就是叫做 Micro Control Unit 的微处理器嘛。这个东西台湾就很厉害，因为台湾是成熟的这个所谓IC 设计，可以慢慢的往上堆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感应的 sensor， 比如说你今天你在一个你知道我们人比如说我们人抓这个东西，我可以盲目的情况之下，我可以靠有感觉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可能是鸡蛋，可是什么东西，我的神经会自动调整那个力道。机器人如果说很傻的机器人一捏鸡蛋就破掉。
拿一个鸡蛋跟拿一个手机的重量，那个感觉是不一样。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还有人的关节，全身上下大概机器人大概有40-50个自由度，光是手就有大概有40个自由度，40个自由度。手是最难做的，机器人最难做的第一个是手，第二个是髋关节。那我们台湾就有一些就是已经开始。10多年前就拿到爱迪生发明奖，就在做那个所谓的指节这个地方的压力感测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强项。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这个跳来跳去、翻来翻去，其实波士顿动力也可以做到，可是波士顿动力被韩国买走了。所以说我们现阶段就是在这种去中心化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机器人供应链反而会因此受惠。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